He did it very affectionate. Daddy, you're my daddy. The NATO chief, who is your friend, he called you daddy earlier. Do you regard your NATO allies as kind of children? No, he likes me. I think he likes me. If he doesn't, I'll let you know. I'll come back and I'll hit him hard, okay? No. But do you He did it very affectionate. Daddy, you're my daddy. 懂王川普这个人啊，他简直就是个盟友杀手啊！但是要我说啊，我觉得他像是我的视频杀手，因为我发现我只要发这个关于川普的视频啊，就感觉他的流量就特别的少，就没什么人看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就是不信这个邪啊，我就要发这个川普的视频，我就看看有没有人看。要是没有流量的话，我以后就不发他了。烦死了！今天啊，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川普啊是怎么拆这个北约台的。先说这个川普和吕特之间啊，居然出来了一个爸爸门事件。这个川普这个人呢，他从来都不按照套路出牌，这有的时候啊，你根本就无法理解他的脑回路啊。这个欧洲的政客们拿这个过去的套路去应对川普，完全就是无效的呀。之前啊，北约秘书长吕特啊给这个川普啊发了一封极其谄媚的私人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啊，他称赞川普啊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而且高度赞扬这个川普攻击伊朗的行为。反正就是怎么肉麻怎么来吧。这按理说啊，政客之间相互吹捧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川普啊直接把这封短信向媒体曝光了，他就直接公布了这封谄媚的短信。其中的内容啊，让很多媒体都惊呼恶心啊！甚至美国国会山报在6月25号还报道称啊，当天的这个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吕特举行双边记者会时啊，这个吕特居然喊川普爸爸。这个美国媒体对这样的言论非常的震惊啊！ They're not going to be fighting each other. They've had it. They've had a big fight, like two kids in a schoolyard. You know, they fight like hell. You can't stop them. Let them fight for about 2-3 minutes. Then it's easy to stop them. And then Daddy has to sometimes use strong language to You have to use strong language.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have to use a certain word. 朋友们看着这川普啊，真的是一点底线都没有啊，直接把这个吕特的谄媚言论给公之于众了呀。这可是有点太不要脸了，公开打北约秘书长的脸呀！结果逼得这个吕特赶紧出来否认啊，我根本就没有喊他爸爸，我那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The daddy thing, I didn't call him daddy. What I said is that sometimes in Europe, I hear sometimes countries saying, "Hey, Mark, will the US stay with us?" And I said that sounds a little bit like a small child asking his daddy, "Hey, are you still staying with the family?" So in that sense, I use daddy, not that I was calling President Trump daddy. 大家看看吧，其实当这个吕特跳出来反驳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啊，输的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啊。前几天这个川普跑到荷兰海牙去参加什么北约峰会了，哎，你猜怎么着？这老头啊，一开口就是金句啊，啥金句啊？就是专门气死人不偿命的那种，直接把那些个盟友们啊怼得哑口无言啊，措手不及。这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啊，特朗普这次去啊，压根就不是去开会的啊，就是去砸场子的呀。昨天他在这个海牙接受记者采访，就说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啊，直接让所有北约成员国啊都破防了。估计啊，这些盟友们啊，心里都是恨得牙痒痒啊！要不是没那个胆儿，没准啊，真是想把他抓到这个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去。那他到底说了啥呢？这老头啊，直接就否认了北约的第5条款。川普啊，明明白白的说，美国不接受北约的第5条款，不接受这个强制锁定。那这第5条款是啥呢？说白了就是共同防御协定。要是这个制度没有啊，那北约也就散伙了。这个制度啊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啊，任何一个盟友只要被这个军事入侵了，所有的成员国都有义务帮着抵抗侵略。那所有的成员国都会自动进入战争状态。这个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强制性的，是北约成立的时候啊，大家伙一起定的规矩，而且还写进了每个国家的宪法里，谁都不能耍赖。现在知道为啥这个泽连斯基天天哭着喊着要加入北约了吧？他就是想加入北约之后啊，逼着这个北约啊启动第5条款，帮他打仗啊。那北约为啥一直磨磨唧唧不让这个乌克兰加入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想跟这个俄罗斯直接开战。结果呢，这个川普来了，直接就改规矩了。他对这个记者说啊，美国要不要执行第5条款得看当时的情况，你们不能强迫美国，也不能强迫我，想不想打呢？决定权在我手里，我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你们这些所谓的盟友啊，被侵略了，跟我可没关系。你听听啊，这话说的，直接把这个北约的根基啊都给砍断了。一个军事同盟连共同保护都做不到，那还有啥存在的必要啊？
这泽连斯基啊，心心念念的想加入北约，结果就算是加入了，这特朗普不想救他，照样没戏啊。哎，这个泽连斯基啊，现在是真难啊！这次在海牙的北约峰会啊，估计是他最后一次向川普求饶的机会了。那能不能得到这个川普的原谅，能不能拿到美国的军援，就看这一次啊。自从这个泽连斯基在白宫跟这个川普吵了一架之后啊，美国的军援就越来越少，到现在都完全中断了。川普呢还直接关了这个泽连斯基访美的大门。前几天啊，这个加拿大开这个 G7 峰会，泽连斯基啊坐着这个飞机千里迢迢的跑过去啊，就想见这个川普一面。结果呢，这中东局势啊突然恶化，这川普开了一半的会啊，就坐飞机回国了。泽连斯基是碰了一鼻子灰啊，连川普的面都没见到，更别说什么武器弹药了。而且啊，这个泽连斯基啊想追到美国去啊都没机会啊。现在的川普根本就不给他机会啊。拜登在任的时候啊，美国就像这个泽连斯基的后花园，哎，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是在这个川普面前，这一套可不好使了。这个川普根本就不会见他，甚至连领空啊都不会对他开放。这泽连斯基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属于自己的军火被运到以色列。全世界啊，本来属于他的热点都被以色列和伊朗抢走了。那见不到川普，这泽连斯基就没法解决现在的困境。所以啊，这次在海牙开这个北约峰会啊，就是他最后的机会了。这一次啊，面见川普啊，他恐怕要跪着要饭了。那想站着要饭，那肯定是不行了。大家看看啊，泽连斯基连翻领的小西装都穿上了呀。他之前不是说了吗？这战争不结束，他就永远不脱军装。结果现在也食言了呀。形势比人强啊！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已经认清形势了，他知道在这个川普面前啊是不能玩任性那一套的呀。现在咱们就看看吧啊，他到底能不能要来饭呢？或者说啊，能要来多少呢？要我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川普的战略啊就是北美战略收缩。这川普很清楚啊，美国已经没法控制全球了，他必须从这个全球霸主的地位啊，平安的退缩到北美地区霸主的地位。他希望是和平的、稳定的退缩，而不是依靠这个战争啊被迫的退缩。所以啊，这个川普的战略目的啊就很清晰了啊，就是要进行中美俄三国谈判，他要重新划分局势的范围，这也是无奈之举啊。其实这个川普啊也想恢复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但是实力达不到啊，就是达不到啊。这美国的军力已经非常空虚了，他的军工制造能力啊也很弱。所以啊，川普这些人啊，他们的最佳选择就是通过这个秘密谈判的方式啊，重新界定全球的势力范围。地球啊将不会出现唯一的超级大国了，而是会出现3个地区性的霸主国家了。然后呢，正式的进入战国乱世。像这样的格局啊，其实并不是川普愿意见到的，而是这个川普啊分析了自身实力之后啊所做出的无奈决定。川普这个人呢，最擅长的就是扒这个盟友的底裤啊，撕盟友的脸皮啊，让这个盟友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了。也就是说啊，川普的本质上是反北约体系的。而这个反北约体系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现在的北约盟友啊，对于这个美国来说啊，是个累赘包袱。那这个世界如果想要和平，哪怕是几十年的短暂和平啊，需要的也不是北约这种军事同盟制度了。哎，往后看吧，我还感觉啊，这个9月3号的阅兵，普京啊和这个川普会同时出现的。说实话啊，同时出现也挺好的。这上3场坐在一起谈一谈啊，不管能不能谈成什么东西，只要能坐下来谈一谈，那就是一个进步呀。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